讀心理學咧係非常需要批判思維嘅其中一個學科嚟嘅，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學嘅可能未必好似物理或者數學咁非黑即白，而我哋要喺好多理論裏邊揾得套啱自己又合理講得過去嘅講法，或者可能未必淨係讀心理學啊。去到2020年嘅香港係有好多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嘅事情嘅。有啲時候我哋聽到可能社會唔容許某一方嘅觀點，而另外一方嘅觀點聽得太多，我哋反而會認為會唔會其實佢哋先係啱嘅呢？所以話喺一個咁嘅大時代下，我哋更加需要嘅係批判思維啦、思考能力啦，或者甚至可以話係明辨是非嘅智慧嘅能力。而我哋今集5分鐘心理學咧，就想去講下我哋可以點樣去 build up我哋嘅批判思考啦，甚至係智慧。咁如果大家係第一次收睇呢個頻道嘅話咧，我係主持 Peter。喺呢個頻道入邊，我哋會分享各種心理學嘅知識，去幫大家 level up 自己嘅生活、事業同埋對人心嘅理解嘅。如果大家想學習心理學咧，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OK， 我哋即刻咧講到乜嘢係批判思維或者乜嘢係智慧啊？呢兩個 term 咧，可能喺心理學上面咧冇好明確嘅定義，但係可以同大家講咧，佢絕對係唔等於智力 （intelligence） 啊。關於乜嘢係智力咧，可以睇下我哋之前錄過一條關於智力嘅短片啦。但係點解我會話其實智慧或者批判思維唔等於智力呢？可以由一個心理學家叫 Maury Harrower 去講嘅。Maury Harrower 咧係一個研究納粹戰犯嘅心理學家嚟嘅。咁佢就想調查，咦，其實究竟啲納粹戰犯佢個心理係同一般人個差別大唔大呢？Maury Harrower 對呢個納粹戰犯咧做過一個非常之詳細嘅心理性格同嘅研究分析，佢得出嚟嘅結論咧就係話，其實呢群納粹戰犯咧同普通人個心理差別唔係好大啊。特別係你會喺呢群人裏邊咧，反而 identify 到好多好好嘅心理質素啊，包括佢哋普遍做嘢好盡責啦。佢哋非常之 take care 自己嘅屋企人啦，甚至其實佢哋嘅智力係高嘅，因為你諗下，其實要諗一個集中營出嚟啊，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你有好多行政嘅需要安排，你先可以做到一個咁精巧嘅屠殺機器。Maury Harrower 甚至去講過一句名言啊，佢話一個良好兼且富生產力嘅性格咧，係冇辦法避免你去捲入一個謊言嘅漩渦度。反之而言，你呢啲好嘅性格、好嘅心理質素咧，更加可能會令你施動暴虐，去到一個傷天害理嘅程度。10幾年前嘅 TVB 劇集《天與地》都講過一樣嘢啦，就係如果當你係一個蠢人嘅話，可能你可以有選擇做一個善良或者唔係咁善良嘅，對個世界嚟講都冇乜所謂嘅。但係如果當你有嘅係智力一個 power 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你就冇選擇，你只可以喺呢個世界度做一個善良嘅人，唔係會為呢個世界咧帶嚟非常之大嘅損害。咁大家會睇到其實智力未必等於批判思維嘅能力，批判思維嘅能力可能反而係講更加多，我哋有冇建立一個有效嘅思維習慣，令到我哋普遍可以去均衡唔同嘅觀點，同埋去保持一種理性去判斷一啲大是大非嘅問題咧。咁大家理解完乜嘢係智力同埋批判思維嘅分別之後咧，我想講一講就係有乜嘢我哋可以建立批判思維嘅習慣。批判思維咧，佢唔係講緊你個腦本身嘅能力有幾強，而係你嘅認知習慣、你嘅心理係咪會幫到你以一種比較能探討真理嘅方式去行事。咁我想同大家講嘅第一個心理學原理咧，叫 confirmation bias， 亦即係確認偏誤啊。嗱，咁假設你要同我做一個辯論咁先算啦。假設咧你係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嘅，而我係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嘅。假設我哋7日之後咧要嚟一個 debate， 咁你預備要同我去辯論啦，你要做少少準備。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會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啲乜嘢咧？大家可以諗一諗，你要預備呢個辯論，你會喺 Google 度 search 啲乜嘢咧？唔係話全部人啦，但係相信好多人個答案咧都係 search 下自己個方有乜嘢理由，你會想 reinforce 翻自己嘅立場。
咁但係其實咁樣係咪對於自己準備呢個辯論，或者唔好話準備辯論啦，去探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係真係啱定係錯，去 search 自己嗰方嘅論點係咪一個最好嘅做法呢？其實未必係喎，因為你諗下，其實你咁樣做只係幫自己去陷入一個回聲牆嘅局面嗰度，嗰啲論點你明明自己都 buy 嘅，你只係揾一啲去認同你嘅觀點，去不斷咁將自己論點去加強，並唔係嘗試讓自己嘅思維去接受一啲新嘅挑戰。一個反而好啲嘅認知習慣呢，可能係唔係去 look for 去 confirm 自己論點，反之而言呢，你係要 search 下對方嘅論點係乜嘢。咁樣呢，其實反而係準備一個辯論，甚至求真一個比較好嘅方式嚟嘅。因為你起碼會預示到對方有乜嘢論點拋俾你，你會知道點樣去回應佢。咁如果我哋要獲得批判思維呢，其實其中一個最好嘅習慣呢，就係我哋要摒棄 confirmation bias， 確認偏誤呢個咁嘅特性。當我哋想嘗試去討論一個題目或者思考一個題目呢，我哋第一步呢，唔係要諗自己點解啱，而係諗自己點解可能係錯。咁樣呢，先係其中一個可以令到我哋諗嘢諗得更加好嘅方式嚟嘅。咁呢樣嘢唔單止係喺處理大是大非議題上面有幫助啦，甚至可能處理個人感情都有幫助。我舉個例子，例如可能你男朋友對你唔係幾好，但係你硬係相信佢係愛你嘅。咁呢個時候你會 look for 乜嘢證據呢？就係可能佢 overall 嚟講，佢都係對你差嘅，但係你會不斷咁放大嗰啲佢對你好嘅少少嘅 moment。然後之後咧，你會見到啲 moment 咧，就反而咧會主導咗你最後尾嘅判斷。咁所以 confirmation bias 咧，話俾大家聽，我哋嘅人心係點樣咧？就係我哋硬係中意揾一啲支持自己立場嘅證據嘅。嗱，如果我哋想要求真，想要真係有思考能力，甚至智慧嘅咧，其實我哋反而係要揾一啲反對自己嘅證據，咁樣先係會更加有幫助。咁因為第一個好嘅思考習慣啦。而其實好多時候要得到批判思維嘅能力咧，唔單止係要得到一啲思維上面嘅習慣，我認為更加多咧，反而可能係生活上面嘅習慣會幫助到我哋會得到一個批判思維嘅能力。因為批判思維呢樣嘢，好似我一開頭都咁講啦，佢唔直接係等於智力嘅，反之而言咧，佢好多時候係講緊我哋傾向點樣理解一樣嘢 style。咁有乜嘢生活嘅習慣係會令到我哋得到一啲好嘅批判思維能力？其中一個咧，我會話係廣結良朋啊，亦即係識多啲朋友，同埋同一啲同你意見唔同嘅朋友去接觸，同埋多啲去辯論。點解多啲辯論係咁緊要呢？有一個咁嘅講法咧，就係話一個唔辯論嘅學者咧，就好似一個從來唔上擂台嘅拳手咁樣。好多時候咧，我哋會有一種咁嘅現象，就係喺自己個心入邊咧，我哋自己以為自己將一啲道理諗到好通，但係其實發覺咧講到出嚟係非常之一嚿嚿舊嘅。特別係當同其他人討論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原本自己覺得喺腦海入邊諗得好天衣無縫嘅論點咧，原來對方可能可以拋出一啲你完全未聽過嘅理由去反駁你嘅。咁呢個咧就係點解如果我哋想鍛鍊自己思維能力咧，其實好多時候唔係關於我哋諗啲乜嘢，而係建立一個圈子，一個係習慣同你可以有一啲 constructive dialogue， 可以有意見衝突嘅圈子，而唔係可能大家一提啲意見衝突咧，就會反而即刻起降嘅。咁樣嘅模式咧，就可能未必會有助你去建立一個批判思維嘅能力啦。咁我哋啱啱講完 confirmation bias 一個認知上面嘅習慣啦，同埋講過話個人生活上面嘅習慣，多啲同人討論，唔怕 present 自己觀點俾人睇，因為我哋咁樣先有批評啊嘛，咁樣先有俾人批評，從而去進步嘅機會。咁我哋最後尾一個 point 咧，就係我想同大家講咧，其實一個人有冇批判思維咧，更加可能係一樣心態上面嘅事情嚟嘅。乜嘢係心態上面嘅事情呢？就係如果我哋需要有批判思維呢，其實我哋有一個前提啊，就係我哋要唔怕俾人批評。咁一個人怕唔怕俾人批評呢？其實係可能同心理學上一個叫成長思維 growth mindset 嘅概念係息息相關嘅。成長思維呢個概念呢，係由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佢提出嘅。佢就係指一個人相信自己嘅能力同埋成就呢，係透過自己後天努力慢慢去鍛鍊翻嚟嘅。與之對立嘅呢，就係固定思維，亦即係 fixed mindset。意思係咧，你相信你嘅能力同埋成就生出嚟係咁就係咁樣嘅。咁點解有成長思維嘅你就會冇咁怕俾人批評呢？箇中原因係咁樣嘅，就係你想像下你一個有固定思維嘅，如果你俾人批評，你嘅論點站唔住腳，其實有意思係乜嘢？就係你蠢咯，無可藥救地蠢，兼且你今日係蠢啦，你無論學幾多嘢，你10年之後都係咁蠢嘅，咁你就會一直 stay 喺自己 comfort zone 度，唔願意去俾人批評。咁如果我哋要鍛鍊成長思維，其實我哋需要提醒自己係乜嘢呢？就係要睇批評態度。
我相信冇乜人係天生俾人批評完之後覺得哇好興奮啊！我今日又俾人屌啦，正，唔會咁樣噶嘛。但係我哋唔中意批評都好，其實我哋反而要提醒自己批評嘅其中一個價值，就係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去修正自己嘅觀點，令到自己對呢個世界有更加 accurate 嘅理解。換言之，我哋需要接受嘅係批評會令我哋唔開心嘅，我哋甚至可能亦都要接受嗰隻唔開心。但係唔開心之餘呢，我哋同時亦都要 appreciate 批評嘅價值。呢樣嘢係要包括埋惡意嘅批評嘅，就係有人好憎你呢，有時候係有個原因嘅，唔代表係你錯佢哋啱，但係你要諗到個原因出嚟，就係點解嗰啲人會 bother 去惡意批評你呢？呢個呢，往往係我哋可以學習嘅東西嚟。咁你會見到呢，其實上面講過批判思維咁多嘢，係一個少少嘅 pattern。批判思維我自己覺得，雖然佢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但係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對於觀點嘅海納百川。就算係一啲幾離譜、聽落幾 ridiculous 嘅觀點咧，其實一個有批判思維人咧，都能夠好好咁思考下佢哋其實係站唔站得住腳。呢樣嘢點解係咁緊要咧？我想同大家講下一啲時代背景。例如我當幾百年前中國嘅女人係要紮腳嘅，你想象下，例如你係身喺嗰個時代嘅男人，你會覺得呢樣嘢好理所當然。即係如果有人同你講話女人係唔應該紮腳嘅，你會覺得個人係黐鳩咗線嘅，因為嗰個時代嘅背景唔係咁樣嘛。但係當你有呢種批判思維，我哋往往係要有呢種無論個觀點聽落幾 ridiculous， 幾同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我哋亦都願意同佢諗到底嘅能耐，呢個係批判思維嘅根基嚟。你會見到好多政權咧，佢會成日講話某一啲觀點係大是大非嘅，不容爭辯嘅，一定係錯嘅。呢啲就係扼殺你批判思維嘅稅錢咯。咁我相信呢樣嘢大家喺2022年嘅香港都好熟悉啦。但係我哋撇開政治去諗，你其實會見到一啲嘢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即係例如我當現代呢個地球對動物嘅態度啦，呢個係我哋好值得諗嘅問題嚟嘅。就係例如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喺農場嘅養殖動物其實係遭遇過非常之多嘅痛苦，先變成一嚿肉去到你嘅胃嗰度。究竟呢啲咁嘅 practice 站唔站得住腳呢？會唔會其實幾百年之後就好似我哋當年睇翻解放黑奴咁樣，我哋而家對待動物嘅 practice 係站唔住腳嘅呢？呢樣嘢冇錯，的而且確唔係社會嘅主流嚟，因為我哋而家去到2022嘅世界啊，都係一個主流嘅食肉社會。但係好多時候，如果我哋真係要攞到批判思維嘅咧，其實不妨我哋可以由一啲理所當然嘅開始去反思起。而我自己個人認為啊，亦都有少少私心想推廣呢樣嘢咧，食肉或者我哋對待動物嘅方式係一個好值得去反思嘅 practice 嚟。我哋不妨由呢樣嘢去諗起。而我哋5分鐘心理學咧就差唔多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定期都會用心理學知識去分析各種社會上嘅現象。如果大家想學心理學咧，就記住 subscribe 啦。By the way， 如果大家覺得心理學幫到你，而又想支持我哋推廣心理學咧，就記住加入 Forest Club 啦。個詳情同埋加入方法咧，可以喺呢條短片或者 podcast 下邊嘅連結嗰度揾到。我哋下次再見，拜拜。